在电影界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有2种题材啊，一般导演不爱碰。为什么难拍？哪2种题材呢？一个是小孩，一个是动物。真正纯属动物题材的片子极少。那么在这些动物题材电影当中，有一位导演显得特别突出，他是法国的著名导演，叫让·雅克·阿诺。他拍过什么呢？我说2部他的经典片子，你就能记得。一个是在印度拍摄的那个电影《虎兄虎弟》，就是有2个老虎，全程都是主角，拍老虎的事儿。还有一部更出名，名字叫《熊》，也有翻译成《紫熊故事》的。你看的时候你就感叹说，这个导演他怎么能把动物拿捏到这种程度？有些特别细腻的动物之间交流感情的画面是怎么捕捉到的？也有人说这动物都是被训练过的。但是训练过的动物，你怎么让他保证在拍摄的时候把这个情节演绎出来呢？就说这个阿诺导演的功力非常深厚，对动物的习性了解很清楚。但是就这么一个大导演，他在这些年接触一个动物的片子的时候也很头疼，他也付出了比以前要多几倍的努力，才把这片子拍出来。什么呢？就是中国作家写的那部小说《狼图腾》。11年前，《狼图腾》横空出世，长期霸占畅销书排行榜。11年后，最耗时的致敬经典，呈现狼与人共同生存的对决。狼马大战为何能如此震撼？人狼对决是怎样的凄凉？狼与羊，人与狼，草原上有着怎样不可断裂的食物链？人与自然的抗争，最后受伤的又是谁？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狼图腾》，人狼共舞不容易。面小吃不饱，面大才叫好。《狼图腾》这部电影呢，是对档的时候上映的，收获了7亿票房，是国产电影里边文艺片票房的最高纪录。他为什么能收获这么高的票房呢？《狼图腾》这小说是2004年写出来的，写出之后到现在为止10年过去了，拥有大量的粉丝。就这些人就是电影最坚实的观众群。所以这部小说呢，当初写出之后呢，中国有一家制作机构呢，马上感觉到这是非常好的影视题材，就把这个改编版权买过来了。买过来之后呢，就说要拍这部电影。拍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是什么呢？其实不是人。咱们看最后电影出现的，无论是窦骁啊，还是这个冯绍峰这2个主角，要没有狼，这电影什么都不是。所以他真正的主角是狼。有人说那就让狼拍摄呗，问题是狼可不好拍。为啥呢？说你看那熊、狮子、老虎呢，这都拍过电影，狼怎么的了？不一样。你们到这个大马戏团里看，就马戏表演，你看过老虎、狮子钻火圈，你看过熊打篮球、骑自行车，我问各位，你见过狼在台上表演吗？基本没有。为啥？狼在所有动物里是最难驯养的，它不光有攻击性，而且多疑，特别机警狡猾。何况这里拍的是草原狼，草原狼特点呢，要比山地生活那些狼更加机警狡猾，更加多疑。所以你从野生的把狼弄来拍，几乎不可能。说到马戏团找，刚才我说天底下马戏团有狼的太少了。有人说那就简单点呗，用狗拍。说有的狗像狼，最像狼的狗是什么？哈士奇。你看，可是哈士奇是什么？哈士奇是一个很二的狗。咱们养过哈士奇的朋友都知道，那狗在家里跟你作的，比那孩子败家多了。而且哈士奇眼神你细看看，既二又萌。现在年轻人管这叫呆萌，也叫傻萌。你想狼的眼神要跟哈士奇似的，他在野外怎么活？早就活不下去了。所以用哈士奇代替狼表演，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版权拿过来了，国内导演没人敢动。2008年的时候呢，这个版权又得再买一回，因为已经过期了。这样制片方也没犹豫，再掏一笔钱再买一回，因为这4年间没人敢动。这个时候制片方一看呢，这本子搁手里再搁几年不拍多可惜呀。想来想去说咱只能找法国那个导演，就我们说让·雅克·阿诺，就拍了《虎兄虎弟》和《熊》这个导演。说有人说这样的题材这个导演不知道吗？他也知道。问题这个时候阿诺呢正在谈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也和动物有关，什么呢？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正在谈这个事儿呢。后来一接到《狼图腾》这本子，
这导演一看劲头上来，为什么呢？他知道狼比老虎、狮子更加难驯服，所以导演说行，这本子我接了，就同意跟制片方合作，你投资，我来当导演。但他提一个要求，你们给我养狼，就把羊给我养好了，我来拍，养好的狼拿我这拍。这制片方说可以，我这么给你干。这时候阿诺就做出决定，推掉这个少年派奇幻漂流。那么签好了这个协议了，这制片机构呢回到北京，在这个北京郊区有一个这个养狼的基地。这不养不知道，一养才知道，这狼简直就没法驯服，所以把这个制片方弄得一筹莫展。哎，这时候巧了，这个片子的制片人叫王维民，他突然间发现法国有一部非常小众的，就有点接近纪录片电影，就叫《狼》。当时他就点开看，后来一看这狼果然是有人训练，一看片尾有个名字，驯狼师安德鲁·辛普森，加拿大人。这下子如获至宝。就这么的，阿诺从巴黎往这个加拿大打电话给这个安德鲁·辛普森，就这么的一联系呢，安德鲁·辛普森来到北京，一看他这个挑着狼崽，不行不行，这些都不行。他为啥？你驯晚了。说不晚呢，这刚出生就没满月呢就抱回来，那也晚了。说那怎么算正合适呢？这个狼崽一出生啊，没等睁开眼睛，就要睁开没睁开的时候，你就得抱走。为啥这时间不好掌握呢？他刚一出生，他闭着眼睛吃狼奶，那没这口奶他活不了。可是他一睁眼睛，看到自个儿妈啥样了，人再想训练他就千难万难了。所以得赶他吃完这口奶能活下来，还眼睛还睁不开的时候，就得给他抱走。所以他到动物园里挑来挑去啊，最终也就挑出了20头左右的狼。你想养这些狼，不还得1年半载，这狼才能长大一点，才能拍电影吗？训练出来的呢，能够在镜头前，就是你把这个镜头立出来，然后这现场各种音响效果都开始拍了。这个时候还有1半以上的狼害怕跑，所以这些狼呢，只能把它搁远处当背景。只有那些不怕镜头的，这狼才能挑出来。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我们看《狼图腾》这片子里边，好像这狼千军万马那么多，真正在镜头前晃悠的就那么5、6只狼，就这5、6只狼不怕镜头，这才勉强给练。那么不光是这个难处，还有更大的难处。我们在这个《狼图腾》电影里看过很多惊心动魄的场面，你比方说这个狼马大战、人狼大战。我们都说这马和狼要真碰到一块儿，你想像这个导演的要求那样按这个画面正常进行，不可能的。有人说那咋整啊？有人说这现代电脑科技不厉害吗？啥不靠电脑科技？高科技的这种制作不都上来？你看《少年派奇幻漂流》里面的老虎，那就电子做的。同样，咱们那个国产的故事片徐克那个《智取威虎山》里边不有一段那个张涵予演的杨子荣上山，老虎跟他在树上打斗那段吗？那个也是通过这么做的。这么做有个难处呢，就是这演员遭罪了。就演员表演的时候，表演跟老虎打，面前完全没有老虎，甚至就拿个布娃娃在那逗他，所以这演员表演起来费劲。但这个时候问题来了，电脑特技做的再像，咱们也能看出来这不是真的。那么《狼图腾》这个片子呢，就是人在草原上和狼真实的这种接触。如果你这地方要弄出假来，就特技合成的，虽然画面很震撼，一看那种震撼程度让你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它一定会这个效果上是真，感觉不到位。所以这个剧组考虑来考去说还得用真的，可是用真的还不行。为啥不行？除了我刚才我说拍摄难度以外，就你解决了这个马和狼之间不害怕，能拍，这也没问题。但接下来问题是呢，你看这里头有冻死的那些黄羊，被马给踢飞了的狼，被狼给咬死的羊，以及掏狼崽把狼崽扔天上掉下来摔死，这里头都涉及大量的动物伤亡的镜头。那么这个雅克阿诺导演呢，他也是动物保护协会的，他拍摄动物电影这么些年，已经把动物看成同类了，比他儿子都亲。你伤害动物，他是绝对不允许的。你等那个驯狼师安德鲁·辛普森呢，是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还在里边是个小负责人。你要是敢伤害动物，那他不用，他直接到联合国告你去，你这电影都拍不成。所以说，就是你如果真要是出现这么伤害的情况，这从导演到驯狼师都不能干。所以这个摄制组想来想去呢，咱这样真的结合高科技，怎么玩呢？也是用这种捕捉动物表情的方式。
做道具。这道具做细到什么程度？就是狼身上的每一个毛都是一根一根粘上的，做成的道具。他用了8个月时间做了30多头狼，40多头黄羊。你听这数量也不多，那老费劲了。你想一根根毛往上粘，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那些狼、那些羊非常逼真的形象，那就是道具。其实就跟我们说标本差不多。你想，它本身就是很真的本事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戏拍起来，咱这么实事求是说，费了驴劲了。而且不光费了驴劲，还危险。你看那电影里边那个冯绍峰的角色跟小狼崽俩人很亲密，那小狼崽伸舌头还舔他脸，舔他这个手，就这些镜头都是演员冒着一定危险拍的，而且他得搭功夫。这冯绍峰呢，到了草原上呢，摄制组就告诉他，你首先得跟狼建立感情。他就跟狼群在一块待了8个月，这8个月经历了春夏秋冬4季，跟小狼崽就这么建立起感情了。他里边对手戏最多的狼崽就是他养的，本来这个狼崽的不在拍摄范围之内，是个早产的狼崽，很虚弱。冯绍峰舍不得说，正好我也要体验，就把这狼崽抱回去自个儿养，那对狼崽比对自个儿子都好。哎，非常认真的，天天喂它呀，伺候它，给它切肉吃。结果最后这狼长大了，还体格挺强壮，成为主要的这个成年狼的演员。哎，慢点慢点，干嘛去？我说回来，听到没有？回来！给我回来！你这是恶狼！你竟敢咬我！那么冯绍峰一开始进剧组呢，导演跟他说，包括驯狼师也跟他说，最重要一点，你必须要跟狼建立信任感。怎么产生信任感呢？让冯绍峰啊进狼的笼子里边。这时候安德鲁告诉他怎么建立信任感，你不要一进来就对狼表示亲热，这狼看你这样倒害怕了，对你产生警惕感了，你得开始保持距离，然后一点点让狼感觉你没有危险，他才会跟你接近。所以就这么一点一点的，这些狼觉得冯绍峰没危险，开始在他周围溜达呀，要饮水呀，吃食，就这么的双方建立了信任感。所以说这个片子的拍摄过程呢，这演员呢、导演呢、驯狼师啊，那费了牛劲了。你想这狼，你让他在镜头前那么干，那是太难的事了。那么拍的过程，咱们看有几场戏真是轰轰烈烈，把这《狼图腾》小说的主旨体现出来。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狼图腾》，人狼共舞不容易。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大金野拉面独家冠名播出。这个小说主旨是什么呢？咱们实事求是说呀，《狼图腾》这小说我并不怎么欣赏，就是他描写草原狼的生存状态，咱们看着倒是惊心动魄，说人和狼的关系有些地方理得也挺顺，但他最终给归结到呢，说这个狼性是对人性的最大补充。哎，狼是勇敢还智慧，说代表游牧民族，你等人就代表汉民族这农耕文明。说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就是农耕文明不断给这个，就是游牧文明不断给农耕文明输血的过程。要没有少数民族这个游牧文明侵蚀这个农耕文明的话，那汉民族可能都灭亡了。这个观点太偏激。当然我们说呢，它里边合理的内核在哪儿呢？考虑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个阿诺导演呢，他本身是欧洲人，他很有这样的智慧，他把这些呢无限升华狼图腾精神的部分给删掉，我只拍大草原上人和狼和其他动物这种和谐生态是怎么来的。你看这里边比较精彩的段落，狼羊大战，就这狼啊非常有智慧，他用这种打伏击的战术呢，把几百头黄羊给赶到死无葬身之地的雪地里面去，掉里头就得冻死。狼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他们想一举歼灭黄羊，但他们不会一时心急而误了大事。所以这里头狼特别智慧，但是呢再智慧干不过人呢。人发现这情况了，我们不用抓黄羊啊，我们在后头等着，等狼把这黄羊撵血窝里，我们来现成往出捡。你明白狼群都做了些什么了吧？狼群把黄羊困在这里，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小狼崽子就有的吃了。来吧，拿出你的毛毡，如果你不想变成像黄羊一样的话。所以这里头你看这人跟到后头捡了大便宜了。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狼平常吃我们的羊，咬死我们的马，我们把黄羊收走，这是我们要的补偿，狼欠人的债。但是这里头呢，领头的这个蒙古牧人呢，不能把黄羊都拿走，你都拿走，狼过冬就指着吃这羊呢，你都拿走了，这羊一点不剩了，狼冬天没吃的咋办？就又得到牧区来吃你的羊，吃你的马，甚至攻击人。所以呢，他拿走一多半，剩下一些留给这狼过冬当干粮，就不赶尽杀绝，不把事做绝了。可是呢，人是贪婪的，这里边呢，有的人想捡这便宜，就问那酒窝在哪儿啊？哎，给那个牧人买了半导体，搁这个贿赂他。牧人说在哪儿？这个人去了，一卡车一卡车把羊全拉走。说什么？狼冬天没有吃的了，反过来报复人类。再有就是呢，为了以绝后患呢，这个一开春到狼繁殖季节，上山掏狼崽子，就怕这狼太多吃羊，把狼崽掏出去扔天上去，啪掉地上摔死。这又引起了狼的报复，狼才攻击人类马。最后那一幕狼马大战非常经典的，把那马最后都撵到水里边，撵到水里头，晚上气温一下下降，把马全冻死了。这非常壮观的那狼马大战的场面，惊心动魄。那么他用这些要说明什么呢？就说人怎么和狼和谐相处。就是草原上的这个食物链啊，它为什么叫链呢？它是个封闭的，就是一环管一环。草原上呢，羊吃草，你为了保证牧民的利益，这个草本身得丰盛。那么对草来说，草原上有一些比较有危害的动物，你像老鼠，哎，这老鼠还有一些呢，黄羊吃草吃的厉害。那有一些羊到什么程度，能把石头缝底下草都给你啃干净了，那才叫斩草除根呢。有狼的存在呢，这个老鼠呢和这个黄羊的数量得到控制，那么他们对草原的危害就降到一定。黄羊真是可怜，狼太可恶了，滥杀无辜，把别人的命都不当命。不对，黄羊才是草原上的祸害，他们把草都吃没了。草原也有生命，是大命，所有其他的都是靠大命才生存的小命。可是黄羊那么可恶，您刚干嘛还把那活的黄羊放走啊？这次狼杀的黄羊太多了，我们需要保留足够的黄羊，让他们明年吃，要不然狼没了猎物就会攻击我们的羊群了。所以这是草原上非常奇妙的生物链。这种生物链在我们学动物学、植物学里知道，这其实是自然规律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奇妙的效应。任何人粗暴的破坏这生物链，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其实狼图腾最后体现的是什么呢？哎，就是我刚才说这种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所以我说这部电影在我认为是超越了原著的。原著里边无限的升华狼的精神，有点过分鼓吹狼身上的这种所有特点了。而电影把这个删去，让我们单纯的考虑到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你像这里边用很多的篇幅来抨击人类的贪婪，我认为太正确了。人无休止的向大自然进行索取，无休止的追逐各种各样的物质利益，最终可能会毁掉我们生存这个地球，毁掉我们生存这个生态。所以说这一点我认为是值得我们反思。起码你即使没去过草原，你甚至不了解大自然的生态，但是人性的贪婪我们每个人应该知道，你克制不了自身的贪婪，那么灾难随时可能就来。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狼图腾》这部片子的时候，应该好好思索我们人类自身的劣根性，我们怎么样克服。有这么一部电影，它是红色题材，但是最终呢，却在商业电影的市场当中收获了不错的票房。它的名字叫《智取威虎山》。有的中老年观众朋友说，《智取威虎山》那不就样板戏吗？杨子荣那个吗？哎，对，这个电影版的《智取威虎山》就是取材于样板戏那个故事。那么一开始这个电影即将要走向市场的时候，大多数人对这个电影票房并不看好。可是最终结果呢，《智取威虎山》呢，不但有很多中老年人到电影院里看，大量的80后、90后也非常喜爱这部电影。也就是说，既收获了票房，又收获了口碑。那么我们今天就给大伙儿说说，这位被称为鬼才的徐老怪徐克是怎么样把红色题材拍成了受人欢迎的商业电影的。当样板戏融合美国大片风格，当红色经典遇到天马行空的徐克导演，
40年的为虎山梦究竟是智慧结晶还是奇葩剧？不一样的视觉感受，不一样的经典重现，老梁故事会不一样的智取为虎山。那么首先咱们得说智取威虎山的深刻印象来自于哪儿？它可不光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呢，样板戏的名气最大，然后样板戏出来之后呢，根据这个京剧的新编京剧的智取威虎山，直接翻拍成了一个电影。就电影里也是唱戏，也是这京剧演员演。在这个之前呢，又出了一版真人版的就电影智取威虎山，是王瑞申演杨子荣，总共这么3版的智取威虎山。当然名气最大的、传播力度最大的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因为那个时代基本上是你不听也得听。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无大。所以这个名气是最大的。当年这个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能够立得住，也主要在创新。就它和我们看到的传统京剧一些人物造型和内容是完全不一样。传统京剧里头呢，既有大段的唱腔，又有大段的动作打戏的，这个形象基本没有。智取威虎山里就把这块补上了。佟湘玲演这个杨子荣，既有大段的唱腔，还有那些身上动作，而且这些身上动作不完这一段上山，在山顶上这个模拟那些动作，你比方说劈叉、下腰这些，不都是京剧的？这里边借鉴了芭蕾舞很多的身段。佟湘玲用了将近1个多礼拜把芭蕾舞这个动作拿下来，也很难当初。就是它这里边有相当多的创新，包括我们看作曲这段，为什么现在穿连海、跨雪原、七重霄汉这段深入人心？因为它不完全是传统京剧的伴奏，三级头、4大件不完全是这个，里边加入了交响乐因素，所以你听起来荡气回肠，很有味道。啊哒啦哒滴滴啦哒哒哒啦滴哒哒滴啦哒哒啦滴啦哒啦滴，就是这些东西它不是京剧的东西，它里边有交响乐的东西。包括很多年轻人为什么喜欢样板戏呢？样板戏的节奏大大的快于传统京剧。传统京剧里，咱说咿呀呀咿呀呀，这个到了这样板戏里头，你看那快的，这个坐山雕埋葬在山涧，壮志寒山岳，雄心震深渊，待等的与战友会师百击，倒匪朝定教他地府天，就整个流水板这些东西特别多。十八座山雕埋葬在山前，壮日寒山夜，雄心震深渊，待等党与战友会师百击，倒匪朝定教他地府天翻那么现在到了改编《智取威虎山》电影的时候，怎么弄呢？徐克首先呢，他不是从《智取威虎山》这样板戏里头取材，他直接呢绕个弯呢，把目光盯到原著上。《智取威虎山》原著小说叫《林海雪原》，作者曲波。曲波是干嘛的呢？就是当年在东北剿匪的时候，他是一个基层的干部，也是个小领导。这个剿匪的事儿他全经历过，所以他写出的东西都是当年的真实可信的事儿，以这个为基础上加工的。而这个故事本身，样板戏当初是政治年代的产物，把很多细节都不能表现。但是小说里头非常丰富，你看有正面形象，这个邵建波、杨子荣；反面形象，坐山雕啊、小卢将啊、八大金刚啊，而且这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有东北的黑化系统，很神秘，土匪的生活啊，这些都很吸引人。三爷到，没有我的命令，你们就敢下山？37个人出去，就2条狗回路。我们遇到了共军的伏击，而且共军他们有坦克呀！老大，
这2天带上几个兄弟，瞅瞅山下是不是真的来了共军。是，三爷。至于你们2个，给我要。就是原来小说里头该有的商业元素是一样不少的，所以徐克改编这电影的时候呢，直接从这个原著里头取材。你想原著本身这个故事情节，就我原来曾经分析过样板戏这些取材，《智取威虎山》要比《沙家浜》啊、《红灯记》啊、《海港》啊等等样板戏，它从原料上讲丰富的多。就是你想拥有的这些传奇色彩，基本上这原著里都有。所以徐克呢是直接从原著里改，而不是受样板戏的影响。那么当然这里头呢，如果不加上商业电影与时俱进的元素呢，大家很难接受。那么商业电影讲的什么？画面的这种雄奇绚丽。我进电影院，我看这个不是在家看个 DVD， 我得感受到这个宽银幕给我带来的震撼效果。其中徐克把很大精力搁到 3D 技术上。因为你看徐克这些年呢，什么龙门飞甲呀、通天帝国呀，往往都是 3D 的片子。他已经玩了5、6年 3D 了，就这个技术他已经玩得很成熟了。他所以这里头大量的一些炫目的打斗场面，他用 3D 来完成。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就年轻人最喜欢看的那段，就是杨子荣打虎上山碰着老虎那段。那段戏你别看短短那么几分钟，看得惊心动魄，而且特别逼真。但实事求是说，这怎么拍出来呢？张涵予演杨子荣嘛，张涵予根本也没见这老虎，长啥样也不知道，他是对着空气虚拟演绎老虎扑过来，他害怕躲，搁枪打，躺在地上，这是他虚拟。这个老虎呢，就是通过 3D 技术做出来的，然后后期呢通过电脑合成的。但是这一块你就看出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我们现场看这段的时候呢，你感觉不出来这是人和老虎没碰上，是张涵予是对着空气演的。所以这一段是戏里头一个戏弧。反正我在电影院看这电影，看到这儿觉得哎呀漂亮，感觉就看这回老虎，这票钱就值了，就感觉看《少年派奇幻漂流》似的，看这老虎，那感觉差不多，做的特别好。就他在这一块应该有很长足的这种创新和发展。另外一个，他颠覆了原来大家一些习惯认识。如果你真就照着老版那个拍，就人物形象全能对得上，一看就是那不好。他有革新。你像这里边对梁家辉的使用。梁家辉演戏演这么多年，金像奖得了多少回，老戏骨，但是在这个戏里演的没有任何存在感。就是这个戏上映了之后呢，有的这个朋友看完了给梁家辉打电话，哎，最近有个挺好的电影，你知道吧？梁家辉什么电影？《智取威虎山》呢？这电影真不错。梁家辉以为他这朋友要夸他呢，梁家辉说：“你觉得我演的咋样？你演的，那里也没你呀。”梁家辉当时话都接不上，为啥？我看这电影的时候一直看到最后。我才看出来座山雕是梁家辉演的，就从那眼神啊、那个表情啊看，他化妆化的根本你看不出这是梁家辉来。不是栾老弟吗？栾老弟什么时候上的威虎山呢？是你，我呀，胡彪啊，胡彪，你们都上当了，三爷，那是公交的水蝎子，还是让他来问问你们吧。而这一点其实也使座山雕这形象成了这里的一大亮点，就是忘掉演员本人，完全进入角色。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创新。再有这里边呢，有很多特别接地气的东西。这个接地气的东西呢，徐克由于不是在大陆，尤其没在东北生活过，他很多东西他不知道。这得感谢监制黄建新。这个黄建新呢，给了徐克很多好的主意。就是中间有一段杨子荣啊和八大金刚的其中一位啊，在大雪天呢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在那大便，这么场戏。老爸，带纸了吗？快我得了。用不惯那玩意儿。很多观众看这觉得好玩，太有意思。这戏样板戏里咱也没看到这个，是样板戏里的英雄能随便光屁股吗？不可能的。为什么加这段戏呢？这个东北啊，天寒地冻，大冷天，原来条件差，屋里也没有厕所。所谓上厕所，东北有个土话叫出趟外头，就上一趟外边，就是在冰天雪地下大小便。所以一个这是东北当时的确确实实的生活状况。再一个，但是有一个大的背景在里边，就是杨子荣加入了座山雕这一块，成为八大金刚的弟弟老九。
那么他得马上把山上的消息传到山下，传给剿匪部队。那怎么传呢？这信息在手里攥着，没地方搁，因为土匪跟着，并不完全信任他，得盯死他。所以下山时候他没别的办法了，那得我要上厕所。哎呦，妈了个巴子！你们在这等会儿啊，我找个地方解决一下。哎呀，我肚子也疼。哎，你等会儿，我去。就上厕所，土匪也不会放过他。那我怀疑你要上厕所在那儿拉，我也蹲那儿跟你一块儿拉。所以俩人光屁股在那儿。所以这段戏是非常真实的。这杨子荣借这个机会把那个信息呢塞到旁边一个木头片里去了，完成了传输情报的过程。所以这段戏就黄建新提议给加的。徐克一看好，接地气，看的时候很幽默，很有意思，但是也很惊险，符合这么一个谍战片啊这里边应该有的元素。老梁故事会不一样的智取威虎山。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大金眼拉面独家冠名播出。因为徐老怪拍片的特点天马行空，想一出是一出。这黄建新作为监制挺遭罪，一个是得告诉他你想的哪儿不合理哪儿合理，再一个你就都合理，咱也不能这么拍，为啥？费钱呢，咱经费在这摆着呢。你像有一场戏，那个夹皮沟枪战，这是这个戏里头最精彩的一段战役场面。徐克就想在这儿浓墨重彩多拍，他就按计划呢说我在延期。比原来多拍10天，咱们有了解电影剧组的朋友知道，你就多拍出1天去，这费用就往往成倍增加。因为原来那地方都有数的，你怎么支付费用，怎么什么演员的费用，你耽误1天档期怎么算？所以当时黄建新就说这个徐导啊，你这想法合理，我也支持你。就说这段戏是戏胡，必须得浓墨重彩的拍。可是咱这点钱有限的，你再这么弄，咱钱都没有了，不够花了。说这样吧，我提个建议。你既然这儿多拍10天，你就得在别的地方减10天，你得想法删2场意义不大的戏。这导演也不愿意删，均衡来均衡去，删吧。在剧本里面曾经有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写他们对战后的想法，是如果打完仗他们做什么。后来我觉得这块好像太过说教了，我们能够拿走啊。其实高波是想做飞行员的，当时是想做飞行员，还有一些人想做作者，写书啊，做报纸啊。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看一下，体会一下。我希望就总有点感觉吧。我希望这些东西都可以填补到我们认为空虚的位置。所以就是这些地方，一个一个地方过筛子，你就看改编的很细。如果你要细心看的话，它跟原来样板戏的整个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在主人公里边，基本上没有这个203首长邵建波什么事儿，主人公完完全全就是杨子荣，就突出这一个主线。而且里边对于这个小卢将的戏呢，相对有所削弱。相反，在土匪窝里边呢发生的事儿作为浓墨重彩。为什么呢？土匪窝里多好玩啊！很多人觉得土匪很神秘，他在这块戏放的很大，所以这是满足了商业电影要求的一些元素。抓内奸！在威虎山，这个内奸一定是外来的。举起手来！威虎山被外人所占，但在你们得逞之前，我要做的一件事儿。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有的观众朋友可能纳闷，是香港的导演，他跟这一块历史题材完全都不接。关键徐克本身呢是在越南出生的中国人，但是求学呢是在美国上的学。在美国上学，这得40多年前了。他那时候打工，勤工俭学，干嘛呢？在华人电影院呢放电影给人家。那时候华人电影院呢什么片子都能弄来，就弄来了《智取威虎山》这个样板戏版的电影。徐克就给人放这电影，放他入迷了。这片子这么好看，虽然说这里边有浓厚的政治宣传味道，但是里边这个人物啊，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徐克就萌生我要拍这片子。那么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看徐克最终是实现了他自己的愿望。而且他把红色题材改造成商业电影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体现了他自己原有的风格。就这个片子你看完了，你就感觉徐克风格是非常明显的。里面的几场打斗，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包括结尾的时候把飞机在隧道里头拍，像这些场面，也只有徐老怪的电影里能有这么雄奇奔放的想象力。
当然，咱们实事求是说，它能改造成功，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因素，就是你让中老年人买账，这很容易。他们有过去的印象，杨子荣在他们心里头就是神。哎，你无论怎么美化他，他能接受。但是现在年轻人不行，没有经历过那年代，因为过去那个时代，为了突出政治挂帅，人物形象有仨字叫高大全，就不能有任何缺点瑕疵，那都得高高在上。以前拍电影，老电影你们注意看，像《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你发现有个规律，凡是英雄人物出场，每一推英雄人物进来了，机位怎么给是这么给，从下往上，你看人物非常高大，反面人物一进来了，这么给，显得很猥琐矮小。他都有一套程式化的东西，你让现在的年轻人再看这种程式化的东西，他笑话你了。这个东西太老土了，过时了，而且也不符合人物塑造。再伟大的英雄人物没有缺点吗？他不是人吗？所以说，徐克把握的最为精准的是对于杨子荣这个人物，他在神和人之间你怎么把握他？你要把他完全拉下神坛，当做一个普通人，很多人不买账了。杨子荣那多了不起个人，怎么能这么普通呢？但是你要把他当个神供起来，80后、90后不买账，这扯吗？这哪有这样的这神人呢？没有。所以说，怎么样在神和人之间来把握？这个是徐克作为导演应该说浓墨重彩下功夫下的最大的。那么这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徐克导演之下的张涵予是怎么把握神人之间杨子荣这个形象。西北玄天一朵云，乌鸦落进了凤凰群，满屋都是英雄汉，谁是君来谁是臣？各位老大，初到山门，多多包涵。听我擂鼓，宝塔镇河妖，马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连胡什么？精神焕发，咋的又黄了？防冷涂的蜡。